蓝线爆燃，乌克兰海空军联手突袭，10余艘俄军军船瞬间化为火海。乌军出动双重导弹突袭克里米亚，克什大桥成焦点目标。乌军反攻再推进，扎波罗热收复两地，红军村激战告捷。俄黑海核潜艇新罗西斯克号再报故障，北约公开嘲讽。哈尔科夫夜战揭秘，乌军15分钟内团灭俄军装甲排。乌克兰无人机打击重创俄罗斯能源业，影响或持续至2026年中。欧洲多国加码援乌，欧洲坦克、防空炮等多款武器即将抵达前线。停火背后暗流涌动，7000哈马斯武装重返加沙，内战风险骤升。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南部战场再次爆出猛烈攻势，这一次乌克兰海军与空军罕见的同步出击，直接把俄军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作战体系打得七零八落。战斗最先从水面燃起，赫尔松方向的第40海防旅连续发动袭击，10几艘俄军军船被乌军精确击沉。根据 RBC 新闻的报道，这些画面全部被乌克兰无人机航拍记录下来。一艘艘俄军舰艇被击中后瞬间炸裂，火光闪烁，浓烟翻腾，水面被冲击波掀出数米高的浪花，场面震撼至极。这些被击毁的军船原本是俄方用于第聂伯河登岛作战的主力装备。长期以来，俄军企图借助这些船只强行渗透乌军控制区，夺回赫尔松以西阵地，但如今这些计划彻底破产，军船成片报废，俄军依旧没跨过河面半步。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在同一战线发动了猛烈空袭，战机飞抵关键地带奥列什基，锁定俄军的一处观察哨所。经过精密侦查后，乌军果断出手，制导炸弹呼啸坠下，目标建筑瞬间被炸成碎块，浓烟滚滚而起。视频画面显示，那座用于观察乌军动向的大楼彻底坍塌，哨所被夷为平地，残骸散落一地。更令人关注的是，乌克兰空军在战后几乎无缝衔接地展开了下一轮行动，又一架米格29战机迅速升空，飞赴前线。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俄军常立的重要桥梁，战机发射出法国制的 AASM 垂直精确制导炸弹，轰鸣声中大桥被直接摧毁，爆炸火光照亮夜空。近期南部战线的交火密度急剧上升，从乌军频繁打击克里米亚的次数也可以看出端倪，这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乌军战略布局的一环，通过攻击克里米亚牵制俄军兵力，从而为南部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事实上，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同样属于策应作战的一部分。典型例子就是对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的突袭。最新消息显示，这两地已出现大范围断电，说明乌军的攻击力度远超以往。在国际层面上，乌克兰也迎来新的支持者。斯洛维尼亚总理罗伯特·戈洛布宣布正式加入援乌的 PURL 倡议，承诺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支援基辅。这一举动象征着欧洲支持阵营进一步扩大。目前乌克兰方面最渴望得到的美式装备，正是那种能够对俄后方实施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但这类高端武器成本极高，需要多国分摊资金，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盟友正在加入，这无疑为乌克兰下一阶段更猛烈的反击铺平了道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攻势再度升级。当地时间10月14日深夜，黑海上空传来密集的轰鸣声，乌克兰向克里米亚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这一次
很可能是火烈鸟导弹与风暴鹰营导弹的首次联合出击。俄方的监测频道在夜间出现恐慌信号。根据俄媒 MASH 报道，当时克里米亚上空先出现火烈鸟导弹的飞行轨迹，几乎同时英国制造的风暴鹰营导弹也加入攻击。黑海夜空被导弹尾焰点亮，伴随着上百架无人机的轰鸣声，防空警报此起彼伏。据初步评估，乌克兰此次空袭的主要打击区域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与萨基空军基地，这两地是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重要空海支撑点，但最关键的目标无疑是克什海峡与克里米亚大桥。目击者称，在夜色中，桥梁区域传出多次爆炸巨响，海面被照得通红。尽管目前尚无详细战果公开，但卫星图像更新后或将揭示更多细节。这并非乌克兰第一次对克里米亚发动袭击，此前的数周，他们已多次使用火烈鸟导弹精准打击俄军目标。然而，火烈鸟与风暴鹰营的联合发射尚属首次，若确认属实，这将标志着乌军火力体系的一次全新整合尝试。空基导弹与无人机群协同，将成倍提升打击效率与突防能力。而在此次大规模攻击前一天，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刚刚重创了克里米亚最大的费奥多西亚油库。那场袭击造成11个油罐被毁或严重损坏，其中8个装满柴油。事后，黑烟仍在空中翻滚，大火并未完全扑灭，俄军的战略能源链遭遇重击。与此同时，克什海峡又发生新的异常，一艘编号为5379315的 TN1 型油轮在该海域停泊多日后突发浓烟，伴有泄漏迹象。外界猜测这可能是乌军空袭的余波，但俄方仍称原因调查中。无论是否直接命中目标，这一连串事件都表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能源与后勤系统正在被系统性削弱。克里米亚这个曾被视为俄军最安全的大后方，如今已成为乌克兰空袭的主战场。火光未灭，战局未止，乌克兰的反击正在从海岸线向纵深推进。乌克兰的反攻仍在持续推进。最新战报显示，乌军在扎波罗热战线再度收复2处失地，而在东部红军村方向，他们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大规模装甲突击。据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第33机械化旅与第24营继续沿扎波罗热的奥里西夫方向展开反击。此前，乌军已经重新控制了马里谢尔巴基一带。如今，根据最新战役地图显示，他们又进一步夺回了小谢尔巴基与斯捷波夫地区的控制权。乌军在清理完俄军残余阵地后，迅速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并布设火炮与无人机阵地。战场视频显示，俄军投入大量坦克与装甲车辆进行反扑，而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与火炮展开点名式打击，精准摧毁目标。火光在废墟间闪烁，爆炸声此起彼伏，整片区域几乎被炸成废土。与此同时，俄军也在红军村沿线发动了所谓装甲冲锋，他们主攻米尔洛拉德和多布罗皮利亚一带，试图突破乌军的防线。乌克兰第1军与第7军受命坚守阵地，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交火，乌军成功击退敌军。初步统计显示，俄军在此次突击中损失4辆坦克、16辆装甲车，伤亡超过100人，还有10余名士兵被乌方俘获。红军村的围点打援战术再次奏效，乌克兰的防线不仅顶住了正面攻势，还继续扩大包围圈，使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陷入孤立无援的态势。多次尝试突围的俄军部队均告失败，而乌军反倒趁势从两翼发起反攻，将该地区牢牢控制在手中。可以说，红军村如今已成为东线的焦点战场。尽管俄军屡战屡败，却仍不肯放弃这一要地。事实上，莫斯科方面对红军村的进攻已经持续了数年。俄方宣传频道多次声称即将拿下红军村，但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打脸。
这片小小的定居点依旧牢牢掌握在乌克兰手中。与此同时，战场之外的金融战也在升级。据彭博社披露，欧盟成员国正倾向于直接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建立长期援乌基金。下周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可能将就此达成初步协议。若计划获批，乌克兰预计可获得高达14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维持军事与重建开支。更重要的是，只要当俄罗斯愿意支付战争赔偿，乌克兰才需归还这笔资金。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若继续战争，乌克兰反而将得到更强的财政支撑。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核潜艇西罗西斯克号再次成为焦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9日，北约海上指挥部发布照片显示，该潜艇在法国附近的英吉利海峡航行，其周围还伴随一艘法国护卫舰，全程对其进行监视。俄方泄密频道 WeCheck KOGPU 随后声称，这艘潜艇发生了严重技术故障，不得不浮出水面。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也在讲话中提及新罗西斯克号，并对其进行了公开嘲讽。他表示，莫斯科原本以为可以在几天内击溃乌克兰，如今俄乌战争已进入第4年，而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几乎荡然无存。这艘孤零零、破损不堪的潜艇正艰难返航。莫斯科方面坚决否认故障传闻，称潜艇上浮完全符合国际海事法规，是从地中海正常行驶至英吉利海峡。然而，这并非首次传出问题。9月底，新罗西斯克号曾因燃油系统受损引发爆炸警报，燃油渗入船舱，舰上缺乏维修零件与专业技术人员。虽然官方宣称该潜艇可搭载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口径导弹，但西方情报显示，其上并未装载此类武器。北约舰队正在持续追踪并保持战备状态。有趣的是，作为黑海舰队的一员，新罗西斯克号至今并未直接参与俄乌战争。相比于已被乌军导弹击沉的旗舰莫斯科号，它相对幸运，但此次浮出水面与技术问题，无疑暴露了俄罗斯海军的脆弱。履带碾过冻土的声音刚刚消散，第一辆 T-72便被炸成火球。近日，哈尔科夫郊外流出的战场视频震撼显示，凌晨的寂静被乌军士兵的嘶吼和爆炸声撕裂。当地时间凌晨20许，俄军一支由3辆主战坦克和2辆装甲运输车组成的装甲排，沿结冰的乡间公路向前沿阵地机动，却意外踏入了乌军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视频画面显示，乌军通过热成像夜视仪全程锁定了俄军动向。先锋 T-72坦克触发了埋设的 TM-62反坦克地雷，而侧翼树林中同时射出标枪反坦克导弹，坦克炮塔瞬间被掀飞。试图倒车突围的装甲运输车接着遭到 FPV 无人机如蜂群般俯冲撞击发动机舱，短短15分钟内，俄军这支装甲排5辆战车全部被摧毁。幸存士兵弃车逃入树林，但仍被夜视仪追踪，最终仅有3人侥幸生还。这场伏击的关键在于双方夜视装备的巨大差距。乌军士兵使用美制 MPVS-14 夜视仪，可在全黑环境下识别800米外的目标，而俄军大部分一线部队仍依赖苏联时期的老旧型号，部分坦克车长的夜视仪视距不足300米，步兵更是10人难分一具目标。乌军伏击组指挥官在战后透露，俄军完全未察觉埋伏，坦克手依赖车灯照明暴露位置，步兵下车侦察时因缺乏夜视设备，只能盲目扫射。我们通过热成像屏幕看到红点移动，瞄准射击就像打靶一样轻松。这种装备差距并非孤立。2024年红利曼突围战中，俄军同样因夜视能力不足，在暗夜遭乌军追击，最终造成1500人伤亡。这次伏击几乎可以视为现代战争的典型案例，乌军先利用无人机侦察锁定路线，再以智能战车占据侧射阵地，随后通过地雷封路、导弹精确打击
以及无人机补刀的组合，迅速歼灭敌方。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情报系统在俄军机动前4小时将情报传送给乌军，相当于为伏击战提供了精准导航。军事专家指出，俄军夜视装备缺陷已成为系统性问题。2025年，俄军国防预算中，夜视设备采购占比不足 1.2%， 而乌军仅依靠美欧援助的先进夜视仪数量就超过10万台。当黑夜成为一方的掩护，另一方的陷阱时，传统装甲优势正被科技彻底颠覆。据悉，俄军已紧急从远东仓库调运一批翻新夜视仪支援前线，但士兵反馈称，老设备夜间频繁黑屏，还不如不用。哈尔科夫郊外的战场上，被摧毁的俄军坦克仍在熊熊燃烧。这场仅15分钟的伏击，不仅摧毁了钢铁装甲，更揭示了俄军夜战能力的致命短板。10月14日，国际能源署 IEA 发布报告称，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无人机袭击已对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其影响预计至少会持续到2026年年中。根据报告，袭击造成俄罗斯炼油能力下降约天50万桶，使总产量降至约天500万桶。IEA 预测，该行业要到明年中期才能逐步恢复正常产能。数据显示，9月份俄罗斯燃料出口量骤降至每日240万桶，为过去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弥补产能损失，俄罗斯尝试增加原油出口，但整体利润仍在缩水。尤其是成品油收入减少了 4.4 亿美元，使俄罗斯石油及燃料总收入降至134亿美元。袭击已在俄罗斯国内引发燃料供应危机。截至9月底，俄罗斯境内数百家加油站被迫关闭。尽管当局采取措施试图平息事态，但效果不明显。为维持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放宽补贴政策，向暂时停产的炼油厂拨款数千亿卢布，以确保基本运营。不仅炼油厂受创，油库、油气管道、港口码头、泵站也在袭击范围之内，甚至部分发电厂也遭到打击。同时，俄罗斯煤炭行业也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损失。专家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才刚刚开始。随着袭击持续发酵，俄罗斯是否能够支撑能源系统稳定运转，直至2026年中，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以来，乌东战场硝烟不断，双方持续展开激烈交锋。美国和欧洲国家持续提供军事援助，支撑乌克兰抵御俄军攻势。而近期，多国又掀起新一轮援乌行动，部分国家在完成新型武器采购后，将退役装备送往乌克兰，以进一步强化前线作战能力。X 平台推主 All Over Again 透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日宣布，将启动第11批对乌军事援助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及履带式货运车辆，为乌军防御力量注入新血液。同时， X 推主 Igor Sashko 分享的影片显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2门 Skyranger 35机动防空炮，每门造价约1200至1500万欧元，用于抵御俄军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地面支援之外，丹麦也在行动。X 推出老于吹牛皮 Bill First 透露，丹麦政府于12日宣布，将向瑞典采购44辆新型 CV90-35 Triple IC 步兵战车，用以替换现役的44辆 CV90-35 DK。尽管退役战车的去向尚未公布，但业内普遍推测，这批 CV90-35 DK 很可能被送往乌克兰，直接强化前线作战力量。除了地面装备，欧洲国家还可能提供空中支援。X 推主 Military News UA 发布消息称，美国近期已向比利时交付其先前购买的 F-35 战机。外界推测，比利时在逐步列装 F-35 后，可能将退役的 F-16 战机交给乌克兰，进一步增强乌军的空中打击能力。综合来看，
欧洲多国正在以退役武器和先进防空系统组合加码支援乌克兰。地面与空中武力的双重强化，将在未来的乌东战场对俄军形成更大压力，也让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进一步升级。加萨地带在停火协议生效后，局势迅速复杂化。随着以色列军方部分撤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立即展开行动，约7000名武装人员重新部署进主要城区，并秘密任命5名管理官员，重建当地统治体系。外界担忧，这一权力回归可能让加萨再度陷入内部对立与暴力循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安全部队发言人安瓦尔拉贾布警告称，哈马斯的动作可能正在为一场加萨内战埋下伏笔。尽管以色列宣称部队已战略性撤离，但实际上大量兵力仍驻守在加萨主城区及主要交通要道，防止哈马斯完全恢复军事控制。华盛顿邮报指出，这反映出以方对哈马斯是否真正放弃掌控权持谨慎态度。在多国斡旋下，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协议的一部分内容是，哈马斯公开20名在世以色列人质名单，并开始分批释放。以色列随后宣布，释放行动预计于周一早晨启动，人质将由6至8辆车转运至南部雷伊姆 （Reim） 军事基地，家属在现场等候。这一行动若顺利完成，将意味着2年来的人质危机画上句号。首批7名人质在停火协议生效当天获释，其余人质随后分批转运，最终20名在世人质全部与家人团聚。然而，在释放人质期间，哈马斯并未选择低调撤出，而是在加萨公开部署武装力量，以彰显其掌控能力。这一动作被分析人士解读为一场战略赌注，一旦人质释放完成，若哈马斯无法维持国际斡旋方和以色列的信任，可能再次面临军事打击。此次协议标志着中东局势的关键转折。尽管历时2年的最严重人质危机告一段落，但加萨地带仍高度脆弱。哈马斯在重建统治的同时，以色列仍保留军事存在。未来几周，加萨能否真正迈向稳定重建，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权力与安全之间找到微妙平衡。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